林晨，你是什么东西，也配来参加丰收宴？我们也是村子的人，村子的酒席钱我们也交了，凭什么不能来？而且这个丰收宴本就为我准备的。哟，还给你准备的？你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，穿个西装就真以为自己是沉香老板了？我说林晨啊，就你们家那股子穷酸味儿，还是老老实实回家吃地瓜粥吧，别给我们丢人现眼。行了行了，那边墙根有给帮工准备的小破桌，你们去那儿蹲着吃，都是穷乡亲，挤挤不别扭。那位置本来就是我的。你的？那是陈仙老板的位置，人家身价几个亿，你林晨有什么啊？出去打了几年破工，欠了一屁股债，也敢在这儿吹牛？我告诉你，跟你站一块说话，我都嫌掉价。穷鬼就该有穷鬼的位置，别往富人堆里钻，丢人现眼。林磊，我爸妈也是你长辈，你懂做人吗？给脸不要脸是吧？我明说了，今天这席有你们家在，我们吃的都膈应。一家子穷酸相，还敢冒充陈仙老板，扫不扫兴？就是，真想吃席，回头让后厨给你们点剩菜剩饭带回家，也算我们当亲戚的接济你们了。毕竟你们家这条件，平时也吃不上什么好东西。你看三婶这衣服都洗得起球了，还来吃丰收宴，不怕人人笑咱们村穷的揭不开锅。林磊、小美，都是一个林姓的亲戚，你们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亲戚？谁跟你们家是亲戚？可别让我沾上这穷酸气儿，我嫌晦气。要不要我把你请过去坐陈仙老板的座位上啊？人穷志短嘛，为了蹭口吃的，脸算什么？吹牛又不犯法。好，这席我们不吃，但你记住，今天把我们赶出去，日后你就是跪着求我们也不会回来。你今天摔碎这2盒牛奶，回头我要你用80亩地来赔。你们听见没？他还让我求他，还80亩地赔，真当自己是陈仙老板了。我林磊今天把话撂这儿，要是有一天我求到你林晨头上，我就跪在这晒谷场上，给你和你大妈磕3个响头，喊3声爷爷。还有，你要是真是什么陈仙老板，我就把那牌子吃下去。年轻人吹牛逼也不怕闪了舌头，赶紧拎着你的破东西滚，别在这儿碍眼，扫了大家的兴，也别污了陈仙老板待会儿要坐的地方。林晨呢？林晨人在哪儿？人家总部的助理都到村口了。村长，你找他呀？那穷酸小子被我赶走了，啥本事没有，就会来混吃混喝，留着干嘛？给我们村丢人。就是村长那种没出息的东西，你理他干嘛？等会儿经销商来了，我们家磊子好好接待，合作肯定能谈成，功劳算你的。赶走了？你把林晨赶走了？是啊，村长，小事一桩，不用谢。谢你个屁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就是我3顾茅庐才请回来的大老板，全市最大的生鲜连锁陈鲜，创始人就是林晨。你个混小子，把财神爷给我骂走了！林总，可把您盼来了。
这一路过来辛苦了。李村长客气了，收购合同和要价方案都在助理车上，等下看完果园现场就可以签。我爸妈先步行过去了，我过去陪他们。你把车停好，带资料去晒谷场找我，不用特意声张我的身份。好，都听您安排。要不我陪您一块儿过去？不用，我自己走就行。你忙你的。陈仙，就是垄断了全市所有大城市的陈仙。我儿子在城里上班，说陈仙老板身价好几个亿。我的天，我们刚才还跟着笑，这是把财神爷骂走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前几天刚跟陈县的张经理谈合作，他说他们老板从来不在小地方露面。张经理是采购部副经理，这次合作是林晨亲自拍板，给咱们村高于市场价2成的收购价，长期包收。本来今天就要签协议的，全被你搅黄了。高于市场价2成。完了。村长，那合作真黄了。我把20亩地就指着卖个好价钱呢。都怪林磊，好好的财神爷被他骂走了，他赔我们损失。大家别慌，不就是一个陈仙吗？我认识好几个外地经销商，价格也差不了多少。没有他林晨，咱们的果子还卖不出去了。就是，我们家磊子人脉广得很，回头找个更大的老板，价格比陈仙还高。真的？该不会是诓我们的吧？要是假的，就让我一辈子赚不到钱。磊子，你真有办法。放心，我现在就给王老板打电话，他跟我们合作好几年了。王老板，今年我家80亩果，加上村里其他人家的，全给你收，价格我让5个点，怎么样？林磊啊，实在对不住，你那边的货我不敢收。为什么？咱们都合作5、6年了。你还问我为什么？陈仙总部上午刚发行业通知，你们村的货源全渠道禁收，跟陈仙抢货，我这生意还做不做了？林总，全渠道禁收通知已经下发至全市所有合作经销商、批发商，没有一家敢碰村里的违规货源。给他点教训。有些人不摔疼了，永远不知悔改。全渠道禁收，他一个陈仙还能管得了全行业？人家垄断了全市80%的终端渠道，我们都靠人家吃饭，得罪陈仙等于砸自己饭碗，对不住了啊！不行啊，我得罪不起陈仙，你找别人吧，我收不了，别打来了。你都上行业黑名单了，谁敢收你的货？林总，需要再加大力度吗？不用，有些人你不整他，他就能把自己整死。林晨一句话，竟然断了我所有的生路。所有商贩都不敢收，说陈仙打了招呼。现在要么半价卖给收残果的，要么就等着烂。半价，30亩地半价，连化肥钱都回不来啊！都怪林磊那张破嘴，好好的高于市价2成，
被他做没了，现在连正常价都卖不出去了。走，找林磊去。他闯的祸，他得负责。林磊，出来，给我们个说法。你不是说你能找经销商吗？人呢？乡亲们，别着急，磊子正在联系，正在想办法。想个屁办法！昨天吹得天花乱坠，今天就蔫了。我看你们就是故意的，自己不想好，也不让全村好。凭什么怪我们？是林晨小心眼，不就是骂了他2句吗？至于断全村销路？你还有脸说？不是你们2口子把人赶出去的，不是你们羞辱人家父母？要不我们集体去给林总道歉吧？磊子，真没办法了，要不我们也去道个歉？道歉？我不可能给他道歉，我就不信他能一手遮天。我想到个办法，他凌晨不是想收全村的果子吗？你们俩明天就去村里到处说，他陈仙收果子是为了打激素催大，贴牌卖高价，农次超标10几倍，城里都查了，吃了容易得重病。再添一句，说到时候真出了事，责任全算咱们农户头上，他拍拍屁股就走，咱们背黑锅。最后鼓动大家集体抵制陈仙，逼他降价，求着我们卖。对呀，到时候村民都不敢跟他合作，他收不到货，自然就会降价求我们，到时候还不是我们说了算？造谣会不会出事啊？怕什么？法不责众，煽动几个人一起说，谁知道是我们传的？等他名誉坏了，就只能按我们的价格收。磊哥，你放心，这事儿包在我们身上，保证明天全村都得信。对，我们保管说的有鼻子有眼儿，让所有人都不敢跟他合作。听说了吗？陈仙收咱们果子，根本不是好心带咱们赚钱，他们收回去全打激素催大，农词超标10几倍，贴个牌子就卖高价。这还有假？我远房表哥在城里超市上班，说前几天陈仙的货都被查了，下架了，吃多了容易得重病，尤其是老人小孩。最坑的是啥？你们知道不？到时候真出了事儿，人家大老板拍拍屁股就走，责任全算咱们农户头上，咱们辛辛苦苦种1年，最后还得背黑锅赔钱。我说怎么突然给高价呢？原来是不安好心，怪不得高于市场价2成，合着是拿咱们当挡箭牌呢。要不还是别合作了，万一真有问题，以后我们的果子都卖不出去了。对，不能让他收。依我看，咱们就集体抵制陈仙，不让他收。他收不到货，自然就会降价求咱们，到时候还不是我们说了算？对，集体抵制，不能让他坑了咱们全村人。对，不卖给他，不卖给他，抵制陈仙，不卖给他。林总，村里到处传我们果子激素超标，农药不合格，是林某2口子散播的，要不要出面澄清？不用急，他们越闹，后面打脸越疼。去把总部的权威检测报告取过来，再联系市农科院的人，今天下午过来现场随机抽样检测，顺便把林磊家果园的往年检测记录也调出来。好的，林总，我马上安排。这样会不会闹太大了？都是乡里乡亲的。妈，他们羞辱我们没关系，造谣产品质量，砸的是整个村的招牌。今天不把这事说清楚，以后全村的果子都别想卖上好价。不能由着他们胡说八道。乡亲们，有人说陈仙的合作会让大家卖激素果、农残果。今天现场抽样检测，所有果园随机抽，结果当场出，大家亲眼见证。看吧，急了，
身正不怕影子斜，越急越心虚。建厂，谁知道是不是你们串通好的？就是，肯定提前做了手脚。是不是串通？现场随机抽，每家都可以报名，抽中哪个测哪个。不光测合作标准，也测各家现在的果子品质，尤其是林磊家。80亩地的致富榜样，必须第一个测，给大家做个示范。凭什么先测我的？就凭你说果子有问题，先测你的，看看你家的果子是不是比别人的干净。第一个，林磊家果园。兄弟，通融一下，事后必有重谢，样品麻烦多担待。这位农户试图行贿篡改检测结果，大家都看清楚了。我的天，居然还敢行贿！心里没鬼，干嘛塞红包？肯定是自己家果子有问题。刚才喊得最凶的就是他，合着贼喊捉贼呀！骗子，真不要脸！我没有，是他污蔑我，是他故意栽赃我。林磊家果园蔬果样品检测结果：有机磷农残超标3.2倍，杀菌剂残留超标2.7倍，不符合绿色蔬果收购标准。超标这么多，怪不得他说别人的果子有问题，原来是自己家的不干净，自己卖毒果还反咬别人一口。不可能！你们肯定搞错了。其余抽检12家果园，农残均符合标准。陈鲜收购标准比国酱高个2个等级，不存在激素催大、农残超标情况。好一个林磊，自己家果子超标还造谣别人，差点被你骗了，安的什么心啊！我看他就是故意的，自己卖不出去，也不想让我们卖。丢人现眼，为了点私心，差点毁了全村的名声。三爷爷，是我们糊涂，是我们不对。一句不对就完了？因为他造谣，我们都不敢去找林总合作，损失谁赔？造谣的是林美一家，跟其他乡亲没关系。愿意合作的我依然欢迎，但品质不达标的一律不收。至于造谣诽谤这件事，我的律师会跟你对接，公开道歉，赔偿名誉损失，2选1。林晨啊，爷爷代表全村来给你赔个不是。之前是村里人糊涂，听信了谣言，还跟着起哄，对不住你，也对不住你爸妈。林晨，乡亲们都知道错了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们一般见识。林总，是我们不对，不该听信谣言。三叔三婶，之前酒席上的事，对不住了。三爷爷，您言重了。我本来就是从村里走出去的，想带大家一起致富。之前的事，不怪乡亲们。但合作的事，1价2成的方案已经取消了。毕竟，诚意是相互的。应该的，是我们没守住诚意。那林晨，你看这果子还能收吗？按市场价也行，总比烂在地里强。可以，所有符合品质标准的按当前市场原价收，长期合作。
后续品质稳定、信誉好的，明年可以重新申请议价合作。太好了，谢谢林总大人有大量。林晨，林总，那我们家的也按市场价收行不行？之前是我错了。对，我们错了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们一般见识。你们家的不收。为什么大家都能收，凭什么我们不能？我都道歉了。第一，你家果子农残超标，不符合收购标准。第二，造谣诽谤、恶意搅局，信誉不合格。我做生意先看人再看货，人不行，货再好也不收。更何况你家的货本身就不合格。当初你说我们家不配做主桌，现在我告诉你，你们家的货不配进陈仙的仓库。未来48小时，我市将有特大暴雨，请农户做好抢收准备。坏了，果子都熟透了，这一场暴雨下来得烂一半，我们家人手不够，根本收不完啊！刚谈好收购，别又泡汤了。人手不够，防雨布也不够。村长，我已经从周边调了20个工人过来，还有500张防雨布，优先帮乡亲们抢收，所有费用我来承担。林总，你是大好人啊！你是大好人啊！大家分工合作，优先收成熟度高的果子，尽量把损失降到最低。人家身价过亿，还能下地跟大家一起干活，是真心想带咱村里致富，大善人。凭什么他们有人帮忙，我们就得自己干？林晨就是故意的。他不帮我们没事儿，等收完了，我自有办法。反正收购只抽检，到时候把烂果藏在筐底，混进好果子里，只要能卖出去，亏不了多少。还好还好，抢收了7、8成，损失不大。完了，这一下又多亏几10万。怎么办啊？本来就亏，现在更亏了。哭什么？我有办法，把好果子铺在上面，烂果藏在下面混着卖。他收购那么多，不可能每筐都查。合格，结账。筐底掺烂果，不合格，拒收。误会，都是装的时候不小心混进去的。不小心，每一筐都抽检，你这10几筐，筐底都有烂果，也是不小心。我的天，居然掺这么多烂果，太缺德了！这要是卖出去，
砸的是咱们全村的招牌呀！怪不得林总不收他家的，哼，真是一点诚信都没有。就是啊，太不要脸了！我之前说过，品质不合格不收，信誉不合格不收。你倒好，品质不行，还敢掺假。记下来，林磊家果园永久纳入陈仙合作黑名单，同步给本地生鲜行业协会备案，纳入区域农产品诚信名录通报。全行业通报！不行，你不能这么做！通报了，我以后还怎么卖果子啊？你掺假的时候，就该想到后果。不光是陈仙，整个区域的诚信系统里都会有你这一笔。以后你的果子正规渠道都不会收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都围着干什么呢？凌晨，几年不见，你挥风到自家人头上来了。小月，你可回来了！他现在当了大老板，眼里哪还有我们这些穷亲戚？不就是小时候两家闹过点矛盾吗？他就故意针对咱们家，断我们生路，想把我们逼死啊！是啊，小月，你哥就是说了他两句，他就把我们家往绝路上逼，出息了就瞧不起人了，连本家亲戚都踩，真是黑心肝啊！不就是小时候那点过节吗？至于赶尽杀绝？小月，多年不见，你还是这么偏听偏信。我是不是赶尽杀绝？你可以先问问你哥，他到底做了什么。事情我会先弄清楚，是非对错我自己会判断。看村民的反应，根本不像哥说的那样。到底是谁理亏？自己掺烂果还有理了，之前造谣也是他干的。掺烂果，造谣。林总，全村受灾最严重的就是这片西坡，位置偏，路不好走，尤其是王奶奶家，家里就她一个老人。另外，果万家的区域经理赵坤昨天联系了本地经销商，打听咱们村的货源情况，估计是想趁机进场。果万家盯这片市场不是1天2天了，他们之前在林青龙的资料都整理好了吗？都整理好了。另外，我已经跟市建柜对接人打过招呼了，他们一旦违规经营，随时可以联动执法。先顾着村里的抢收，别的不急。林总，您怎么到这山上来了？我这就加快速度摘，耽误不了几天，就是手脚慢了点儿。奶奶，您别急，您家这3亩地，现在还有多少果子挂在树上？大半都还挂着呢，这太阳一晒，再过2天就得烂透。我那儿子还在医院等着钱做手术，本来就指着这季果子凑医药费。立刻从山下调5个熟练的工人上来，先把王奶奶家的好果抢收完。好的，林总，我马上联系工头。收下来的果子全部按优质果等级算，1分钱都不能压。另外
联系我们市里合作的3甲医院，查一下王奶奶儿子住哪个科室。医药费先从我的个人账户垫付。明白，我一并安排，也跟村委对接好。这怎么使得呀，林总？我们家跟您非亲非故的，您怎么能帮我们这么大的忙？奶奶，使不得。我也是这个村子长大的，乡里乡亲的，有难处搭把手是应该的。您别操心钱的事，先把人治好，比什么都强。如果他真像哥说的那么刻薄记仇，为什么要帮一个无亲无故的老太太这么大的忙？说起林卷那小子就来气，去年坑王奶奶那事儿干的是真不地道。可不是嘛！本来王奶奶跟城里商山都谈好价了，她半路捷足说能卖更高，结果硬生生压了一半钱。等一下，你们说的是真的？全村都知道的事，哪能有假？我都打听清楚了，果万家那边只要咱们配合搞垮他，这片果园的代理权就是咱们的。你说你当初逞什么能？好好的非要去招惹他，现在果子烂在家里，钱也收不回来。我当初就劝你别得罪人，你非不听。吵什么吵？我哪知道他就是陈仙老板。再说了，当年咱们家拿了他爸那5亩朝阳地，他本来就记仇，就算我不惹他，他也不会给咱们好果子吃。当年那事儿本来就理亏，大年30堵人家门要债，把人家过年的面和油都拎走，换谁心里能不膈应？现在人家出息了，咱们还往上撞，这不是找死吗？现在翻旧账有屁用？他能饶了我才怪。不过我也不是没活路了。果万家的赵经理已经联系我了，他们要进来跟陈仙抢市场，答应高价收咱们的果子。那太好了！光收果子算什么？他陈仙不是看重品质和名声吗？我找人半夜去他收购点的仓库，往好果筐里掺烂果，等他发出去一批坏货，名声臭了，看他还怎么在村里待。到时候果万家趁机接手，我就是这片的采购负责人，看谁斗得过谁。原来你们跟我说的全是假的。小玉，你别听风就是雨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是他。够了，造谣的是你们，掺烂果砸全村招牌的是你们，行贿作假的还是你们。从头到尾，人家哪件事不是你们自己作出来的？妈，你跟我说他仗势欺人，瞧不起亲戚，可我亲眼看见他自掏腰包给王奶奶垫医药费，派工人抢收果子，反倒是你们拿着亲戚的名头，先羞辱人家父母，又处处使坏。林小月，你到底是谁妹妹？怎么还帮着外人说话？我是你亲哥，你胳膊肘怎么往外拐？正因为你是我亲哥，我才觉得丢人。自己心胸狭隘，偷奸耍滑，把一手好牌打烂，现在倒打一耙装受害者，你不嫌丢人，我都嫌。这个情我不会去求，也没脸去求。你自己闯的祸，自己担着，别打我的主意。我劝你也趁早打消歪主意，再这么闹下去，只会更惨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要靠自己的本事帮村里做点事儿，也替这个家补一点过错。赵经理，计划贴钱，今晚就找人动手。
三婶儿，我回来了。是小月啊，快进来坐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？三婶，我昨天刚到，我找凌晨谈点事儿，关于村里果子销路的。我猜你今天来不是替你哥求情的。我不是来求情的，我替我哥跟你道歉。他做错了事，该受惩罚，我没脸替他求什么。另外，有件事儿我得告诉你，我哥昨晚联系了果万家的人，打算找人今晚去收购点仓库掺烂果，想搞坏陈仙的名声。这件事我已经预判到了，仓库那边安排了人守着，就等动手的人自投罗网。也是，对方能把生意做这么大，怎么可能连这点防备都没有？但我今天主要是为了这事儿来的。我大学学的农业电商，之前在杭州做了3年生鲜直播运营。昨天我转了一圈，咱们村的果子品质很好，但只有线下收购一条渠道，太可惜了。我想做产地直播加精品果直发，对接中间消费者，一来能帮村里再提一层溢价，让农户多赚钱；二来也能帮陈仙打造产地溯源的品牌口碑，线上线下联动。方案里有账号定位、选品分级、帮扶农户的专项计划，您可以看看。思路不错，但你是林磊的妹妹，不怕你哥说你胳膊肘往外拐？还有，小时候你总跟我打架，现在敢跟我合作？公事是公事，私事是私事。项目做成了，是村里受益，也是我自己的成绩。至于我哥，他走他的路，我走我的。方案我认可，人员、设备、启动资金，陈仙全部支持。赵助理会配合你对接供应链和品控，你全权负责线上运营，收益按比例分成，村里、你、公司各占对应并额，具体细则让法务拟合同。另外，果万家那边的资料我已经备好了，到时候他们肯定会在线上线下同时搅局。你负责台前做内容讲品质，我负责台后托底守规矩。咱们唱一出双簧。谢谢林哥信任，我不会让你失望。我只看结果。今晚就动手，往仓库好果筐里掺烂果，干成了，这钱就是你们的。记住，别提我的名字。磊哥，你放心，我俩嘴严得很，保证神不知鬼不觉。老邪，你说真不会被抓吧？这要是被抓住，咱们可就成全村公敌了。怕什么？深更半夜的，谁盯着这儿？干完拿钱走人，林磊都替咱们兜着呢。两位，深更半夜往收购仓库里运烂果，这是打算干什么？好啊，又是你们俩！上次造谣就是你们，这次又来搞破坏。这是全村人的果子，你们想砸我们所有人的饭碗啊！太缺德了，自己赚不到钱，也不想让别人好过。上次造谣惑众，这次投烂果，下次是不是要放火烧果园？把他们送村委会去，必须严肃处理。不关我的事儿，是林磊拉我来的。他说给我钱，他说要搞坏陈鑫的名声，等果万家进来了，好处都是我们的。林磊，又是林磊，这小子怎么这么坏？口说无凭啊，人又没在现场，别是他俩胡乱攀咬吧？怎么了？这是大半夜的这么热闹？哎，二柱子老邪，你们俩怎么在这儿？林磊，你装什么蒜？不是你给我们钱让我们来掺烂果的吗？钱还在我兜里呢。你放屁！我什么时候给你钱了？你们俩自己干坏事还想拉我下水？我看你们是嫉妒我跟果湾家有合作，故意栽赃我。行了，二柱子老邪，人赃并获，罚你们给村委会义务劳动1个月，赔偿仓库损失，以后不准再参与村里任何合作项目。
林磊，没有证据证明你参与，但你嫌疑最大。这段时间不准靠近收购点和仓库，接受村委会监督。清者自清，我身正不怕影子斜。反正过2天果玩家就过来收果子了，价高钱稳，谁稀罕搞这些小动作？我看就是他，这可不好说，没准真是栽赃。林总，2个动手的抓到了，林磊没露面，咬死不承认。没事。赵经理，咱们提前进场，后天就开收。我就不信有高价在，村民不跟我们走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我们青松岭的鲜果，都是山泉水灌溉，脆甜多汁，果香特别浓，都是自己家种的，没瞎打药，大家放心吃。要不是村里的帮扶政策，还有小鱼姑娘跑前跑后，我这果子都要烂地里了，儿子的手术费都凑不齐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好心人。林总，开播40分钟，已经卖出去3000多单了，王奶奶家的帮扶专场更是卖爆了。通知仓库，加派人手打包，明天一早全部发走。售后团队全程待命，有坏果包赔，第一时间处理，不能砸了招牌。我的天，一晚上卖了这么多，以后咱们的果子再也不愁卖不上价了。小牙这姑娘真是给咱们村办了件大好事儿。林哥，成了，比我们预想的还好。做得不错，后面稳扎稳打，品质不能松。另外，果万家那边明天应该就要动手了，做好准备。乡亲们都看过来啊！果万家收购比陈仙高1成价格，当场过秤，当场结钱，现金交易，不打白条，比陈仙那一堆规矩省事多了。林磊不讲诚信，都被拉入黑名单了，谁还信他？不信我可以，但人家大公司还能骗咱们这点果子？月姐，不好了！后台突然出现一波退单潮，好多人说别家同款更便宜，要退款。我看了一下，是果万家的直播间在卖低价果，还说咱们的果子是中间商赚差价卖的贵。太过分了，这不是恶意竞争吗？还造谣！别急，他们玩的就是低价引流，以次充好的套路。正好咱们原定的溯源直播提前到今天下午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林晨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等我把全村的货源都拉走，看你的直播还卖什么。到时候我倒要看看是谁求谁。我带专家来了，开始溯源。数据已经出来了，陈县的各项指标完全符合优级标准。另一份样本存在严重的农词超标和储存变质问题。大家看一下，左边是我们青松岭本地的鲜果，果形饱满；右边是某品牌号称的同款产地果，果形偏小，表皮粗糙，一看就不是同一种种植环境出来的。再看果肉，本地果肉细腻多汁，果核小；这款果肉发柴，汁水少，果核还大。最关键的是糖度，我们现场测给大家看。本地果糖度14.2，另一份样本只有9.8。我说怎么价格低呢？原来根本不是咱们的果子，还好我没卖，不然肯定被压价。除了品质问题，我们再说说这家公司的信誉。这是过去3年果万家在周边县市的违规处罚记录，惯用的套路就是先用高价吸引农户卖果，等果子拉过去，就以各种理由压级压价，最后到手的钱还不如市场价。主播说的句句属实，去年我就被坑了，
高价把我骗过去，最后扣了一半的钱，说理都没地方说。玉姐，退单停了，订单涨回来了。这才是真相的力量。大家都看清楚了，我们不骗人。原来是假货啊！差点上当。还是产地直采靠谱，支持正品。赵老板怎么不接电话？我们的标准就是这样，卖不卖自愿，没人逼你们。你们这是欺诈！退钱！我们不卖了！都静一静。果万家的人，合法收购当然可以，但如果是用高价诱导、恶意压级、压价、欺诈农户，那就不行。你们在其他地区的违规记录，需要我一条条念给大家听吗？我们接到群众举报，你们涉嫌虚假宣传、价格欺诈，请配合调查。另外，你们收购的这批果品，农残检测不达标，不符合上市标准，全部暂扣。我们是正规收购，你们别血口喷人。好你个林磊，你居然联合外人来坑咱们村里人！要不是小玉和林总及时揭穿，我们都得被骗。昨晚仓库的事肯定也是你指使的，之前还嘴硬不承认。林磊，化肥钱9万2，农药钱3万7，加起来12万9，拖了快1个月了。今天你给句痛快话，到底什么时候给？磊子，我们哥几个给你干了20多天，4万多工钱，你说月底结，这都拖多久了？当初说你是村里大户，跟着你干靠谱，现在连工钱都不给啊！还有我们，是你说果万家价高靠谱，我们才卖的。现在果子被扣了，钱也拿不到，你得赔我们损失，还钱！今天必须给个说法，别装死！各位再宽限几天，等果子卖了，我们第一时间就给。卖果子？就这些烂货，谁要？我跟你说，今天拿不出钱，我就把你家那台抽水机3轮车都拉走抵债，别逼我翻脸。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欠了一屁股债，果子烂在家里生蛆，当初挣什么能啊？现在可怎么活呀？哭就知道哭，哭能把钱哭出来吗？林磊，村委会开会决定了，你屡次违反村规规约，损害集体利益，加上你果园农残长期不达标，按照承包合同，村委会有权收回你那80亩果园的承包权。这是通知书，你签个字。什么？收回承包权？不行，那80亩地是我的命根子，你们不能收。合同上写的明明白白，是你自己违规在先。再说了，你欠了一屁股债，就算村里不收，债主也得申请法院拍卖抵债。去找小月，他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家散了。小月，爸求你了，你去跟林晨说说情，让他高抬贵手吧。再这样下去，家就散了。你哥他不懂事，你不能不管家里啊。小玉，爸不起来，你先答应爸。哎，再怎么说也是亲爹亲哥，这能眼睁睁看着不管？话不能这么说，都是林磊自己作的，凭什么让小玉擦屁股？就是，帮是情分，不帮是本事。爸，
您先起来，有话好好说，下跪解决不了问题。果子的事儿我不能求情，规矩就是规矩，他犯了错就得承担后果。但是他既然是我亲哥，我可以先拿我的积蓄垫付一部分，但这钱算我哥欠我的，以后必须还。还有，以后家里的事别再来找我，我不会帮。要是有一天我求到你凌晨头上，我就跪在这晒谷场上，给你和你爹妈磕3个响头，喊3声爷爷！爷爷，我错了，爷爷，我有眼无珠，爷爷，求您高抬贵手。凌晨，三叔三婶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当初是我狗眼看人低，是我口出狂言，我给你们赔罪。当初酒席上，我爸被你推得差点摔倒，我妈被你骂得抹眼泪，2盒牛奶被你摔在地上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过留余地？造谣生事，往我身上泼脏水，煽动村民抗制合作，想毁了全村果子销路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过留余地？往筐里掺烂果，想砸全村招牌，联合果万家坑害乡亲，找人半夜潜进仓库搞破坏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过留余地？当初你在这儿说，我要是陈仙老板，你就把那牌子吃下去，还记得吗？吃了，我就听你说条件。我的天，真有吃啊！当初是他自己放的狠话，现在怪得了谁？自作自受，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。我吃了，求你给我条活路。果子我是不会收的，陈仙的黑名单也不会撤，这是你自己选的路，后果就得自己扛。但工人的工钱、农资商的本钱，还有被你坑害的农户损失，都是人家起早贪黑赚的血汗钱，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错打水漂。这笔钱我可以帮你解决，但不是借钱给你。什么意思？村委会本来就要收回你那80亩果园的承包权，现在村集体以市场价把承包权收回来，并入陈仙合作示范基地，转让费全部用来偿还工人工资、农资商欠款和农户损失，1分钱都不会到你手里。当初你在这儿摔了我2盒牛奶，我说今天摔碎这2盒牛奶，回头我要你用80亩地来赔。现在兑现了。3个条件，你答应，这事儿结束。第一，手写道歉信贴在村委会公告栏，向全村人赔罪。第二，果园交接清楚，以后不准再插手村里任何农产品的生意。第三，从今往后本分做人，再敢动歪心思，就不是收地这么简单了。我同意。
做的对。爸，我有分寸。往后的路平稳喽。三叔，您说我们家小陈收了磊子那80亩地，会不会有人说闲话？再怎么说也是一个太爷爷传下来的本家亲戚。小月那孩子现在也在帮着做事，闹太僵了，孩子脸上也不好看。你呀，就是心太软，一辈子都这样。你怎么不想想，20年前他们家是怎么对你们两口子的？当年小陈他爸年轻气盛，包了村里5亩朝阳的好地种苹果，想闯出点名堂。结果赶上那年100年不遇的冻灾，寒流一夜之间过来，果子全冻坏了，连本带利赔了个精光，欠了一屁股外债。大年30那天，林建军带着刚成年的林磊堵在你家门口要债，最后把你家过年仅剩的半袋白面、半桶花生油都拎走了。那年你们家是就着咸菜过的年，小陈才10岁，蹲在灶边哭着要吃饺子，你还记得不？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那时候大家日子都难，他也是为了自家日子过好。难就能踩着亲戚的脖子往上爬。开春要种地，你家凑不出承包费，眼看着5亩地就要被村里收回去。林建军倒好，趁火打劫，找到村委会，说他愿意多出200块钱承包，硬生生把那5亩朝阳好地抢了过去。那地是你公公，也就是我二哥当年亲手开出来的，他林建军凭什么抢？也就是你们两口子老实，顾着亲戚情面，从来不跟人计较，也不跟孩子说。原来2代人的恩怨早就埋下了根。人这一辈子不能总盯着过去的仇怨过日子。小陈现在有出息了，能带着全村人致富是好事儿，过去的事儿就别再提了。你呀，就是太老实了。不过也好，厚道人家才能养出小陈这样仁义的孩子。爸妈，我心里有数，我不会主动去找谁的麻烦，但也绝不会让你们再受当年的委屈。难怪小时候哥哥总挑唆我跟林晨打架，原来2家早有恩怨。三叔、三婶、林哥，以前的事我替我爸我哥跟你们道歉，以前的恩怨我不清楚，但以后我会好好把电商项目做起来，替村里做事，也算替我哥补点过错。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不提了，不提了。小姚，今天单量比上周又多2成啊！加把劲儿，月底给大家发绩效奖金。妈，别转了，进屋喝口水，歇会儿。看着这满树果子，不累。林哥，
明年咱们可以再拓展几个品类，把蔬菜、山货也加进去，做全品类的乡村电商。那80亩收回来的地，我打算改成标准化示范种植园，统一种植标准，做高端产品线。可以，你出方案，公司全力支持，品质永远是第一位的，不能松。放心吧，我记着呢。商道除信，这个道理我懂。乡亲们，咱们村今年人均收入翻了1倍，这都要感谢林总，感谢陈仙，也要感谢小玉姑娘，是他们带着咱们走上了致富路。我也是从这个村子走出去的，能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，是我应该做的。以后大家一起把品质守住，把牌子擦亮，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我知道我们家给大家造成了很多麻烦，但我以后会把电商做得更好，帮大家把果子卖到更远的地方去，卖更高的价钱。你养了个好儿子，咱们林家总算有个能扛事儿的了。家里的地，爸帮你盯着点零活，你在外面好好干，别再耍小聪明。欠的钱慢慢还，踏踏实实干，总有还清的一天。知道了。在外面忙坏了吧？多吃点儿。你看你都瘦了。妈，我没事，忙点充实。以前总担心你在外面吃苦，没想到你现在这么有出息，还能帮到全村人。你爷爷在天有灵，也该放心了。爸妈，以后你们就安心享福，不用再操心了。地里的活别干了，在家歇歇，养养身体。闲不住，干点活舒坦，看着村里日子越来越好，我们心里也高兴。势利的人终会为自己的傲慢买单，善良本分的人终将得到应有的馈赠。天道酬勤，商道酬信，这是永远不变的道理。